他是假罪之子，命在贵门却如草芥，长辈们欺善怕恶，将唐门的没落归罪在了妈妈头上。为了平冤，父亲也因此遇害，而尚且年幼的孩子却要面对同龄人的暴力与欺凌。好在男孩自幼聪慧，这些人再怎么打他才不会闹出人命。但若离了唐家，娘亲与自己手无缚鸡，恐怕顷刻间就会被人分食。幼年延命是母亲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，反之亦是如此。就算被他们打死，他也不可以带母亲逃离唐家。只是恶人的欲望同样也会滋长，眼看少家主之争近在咫尺，终是将唐门的毒施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一日，延命也有了恍惚，他想知道自己到底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。就这样，乌云暴雨如期而至，孩子孤零零的身影第一次有了死志。只是一瞬间，他就将这样的想法抛却。若是他就这么死掉了，又有谁能守护娘亲呢？想到这儿，小延命的思绪有了恍惚，也许是那份渴望平静的刻骨铭心，也许是另一个人的信念过于庞大。恍惚间，电闪雷鸣，一道由雷电形成的剑突兀地矗立在了少年眼前。不知为何，明明是第一次看见他，小延命却有种道不明的亲切。鬼使神差下，他就这样握住了剑柄。一瞬间，一股深沉且纯粹的记忆涌入脑海，那是一位剑痴遵循师尊遗愿100年时光，一辈子的心血。光是挥剑已有亿万余次，最终剑势、剑招以及剑路，他都抵达了极意之境。但人力之所及，依旧不能摆脱寿终之时。他很后悔，一辈子从未体验过除了挥剑以外的任何事情。若能再活一次，他宁可不再求这极意之境。原来我今生依旧在追寻平凡，全都想起来了。作为剑神的前世，今生便是我唐延命。此时此刻，剑神曾经的每一次挥剑，他的每一招、每一式，少年如同刻入脑海，豁然贯通。看上去他们分明不是同一个人，但同样深刻的信念与不甘，使得他们打破轮回的壁垒。就这样，彻夜雷雨，清晨反而显得更为明媚。万里晴空，却拦不住妈妈的忧思。放心吧，娘亲，您担心的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很明显，娘亲虽不知为何，但她能感觉到今日的延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变。而往日欺凌她的几人，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少年会躲着他们。毕竟虽是氏族武门，但他们一家的生计如今也落在了小小年纪的延命头上。说着，大个子这才听见异样。真是的，怎么这么晚了？我还真担心他不来了呢。延命，快过来，我们在这里。这一幕若是旁人看来，任谁又能想到他昨日那下毒的狠辣呢？小子，按照英灵的说法，昨天你应该挺痛苦才对，还真没想到啊，这不是安然无恙吗？就凭那点东西，还伤不到我的。文灿，很明显，这是多少年来延命第一次反抗，哪怕只是言语，他们甚至怀疑这家伙应该是脑子被毒傻了。不过，既然你嫌不够，那我们也不介意再上点猛料了。静一，动手。然而，这也正合了延命的心意。唐静一，还有唐英灵，什么嘛？今天你还敢叫我们的名字？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。要不，这次用2倍的毒试试吧。然而，延命这副与我无关的模样，成功惹恼了大个子。但静一出手的瞬间，自己的面庞在冲势下猛然被一个并不大的手掌摁住。此时此刻，自己想要逃离已然不及，而身体却被少年狠狠砸在地上。随着一声轰鸣，他俩这会儿只感觉是在梦里。唐静一竟然被人一拳给打倒了，可这不合理啊！那家伙不是并没有学过武功吗？怎么你们会的东西我就不能会了吗？你们不是要参加少家主竞选吗？就凭这点实力吗？很明显，延命一夜之间如同变了一个人的模样，气势上文灿反而落入了下风。可也因此，他不能接受自己为了竞选修炼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输给这样一个家伙？只是弯刃那原本锋利无比的斩击，延命只是一掌便硬生生抵住了攻势。如果参赛者都是这种水平，那这少家主竞选的结果已然可想而知了。与此同时，暗毒殿这里原本是家主的住处，同时也用来决议族中大小事务，但由于家主之位长期无人，所以如今这里也变成了长老院的议事堂。临近竞选开始的日子，参与竞选的名单也已基本确定，但谁能想到长老竟然会在此时此刻打算淘汰唐延命的竞选资格。原来少年竟是上一任家主唯一的血脉。那时的唐门身为5大世家之一，可谓是风光无两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武林新生强者魔广天注意到了即将嫁给家主的毒凤唐智慧，也就是延命的母亲。而魔广天行事与魔道无异，但凡被他看上的女人，若是不从，他就会用武力把人抢走。就这样，家主带领唐门奋起反抗，终于打败了来抢人的魔广天。只是也因此一遭，唐门上下财力尽竭，最终走向没落。这时的高层将过错全都归咎给了家主与毒凤。事到如今，谁也没想到这位长老竟然还不肯放过他们母子。大家都知道唐延命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，也证明了他并没有武学造诣，所以我不同意他参加竞选。大家没有异议吧？即便他是前代家主的血脉，如今也只能算作累赘罢了。只是没人会想到，长老言尽于此，延命却拖着一人闯了进来。要知道，这里坐着的可都是唐家最高领袖，这么冒失的行为，大长老又怎么会放过？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如今的少年早已脱胎换骨，托起手里已然半残的家伙时，唐英灵的模样，使得在场之人这才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。这些年我在唐家一直忍受欺辱，但如今我不想再忍了。混账！你竟然把少家主竞选的参赛者打成那样，你不知道伤害参赛者是重罪吗？显然这一点延命清楚，但
如果这只是参赛者之间的纷争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现在才决定参赛是吗？是啊，难道我没资格吗？秉持着唐家有仇必报、有恩必还的家规，您可以去堂外瞧瞧，我把平日里欺负我的文灿和静一同样好好教训了一通。语毕，屋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半晌，长老这才握紧拳头，表示同意他参加竞选，但现在的行为依旧证明了他胆大妄为，滥用参赛者的特权。倘若你的实力配不上你的狂妄，最终未能当上少家主，那么今日之举你必须付出代价。很快，这一日的惊险已然传入娘亲耳中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严命要做这样的决定，但她坚持的模样，卢凤也就没有再劝阻。原本为了保佑这孩子长命百岁，这才取自严命，但没想到自己眼里的孩子，转眼已经成为了威风凛凛的男子汉。我不问你在哪儿学的心法与武功，也不会问你是怎么打倒那3个孩子的，但我有一件事需要确定，严命，你有信心竞选成功吗？听到这儿，少年这才抱拳予以微笑，放心吧，娘亲，我可是毒凤的孩子。臭小子，你真的长大了呀！果然，无论历经多少痛苦与磨难，无论前世今生有过多少辛酸与汗水，母亲的怀抱依旧是这个世界最温暖的东西。所以那些从中作乱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全都不会放过，绝对不会。很快，时间过去了1个月，往日与毒凤较好的堂弟，这会儿也忍不住前来劝阻。毕竟少家主的竞选可不是儿戏，但这1个月以来少年的表现，早已让这位母亲确定，严命绝不是一个会乱来的孩子。说到这儿，这位暗王队队长也有些恍惚。那一日的少年，虽说看起来狂妄，却只在短短时间解决了这么多年的麻烦，甚至避免了族规引起的祸患。难以想象，拥有这样的胆识，竟还是个少年。但是姐，他现在的样子实在反常啊！你是在担心他吗？你和暗王队不是一直都有保护他吗？除了孩子们的纷争，还有谁能伤害到他呢？也对，既然已成定局，我很期待严命的表现呢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少年从觉醒上一世剑神的记忆到现在，一直都在尽可能的运用心法，梳理被打乱的3脉，并且尽可能的打造强健的身躯。好在此时的他还是个少年，全身经脉并未堆积太多杂质。虽然往后境界的提升自然也会脱胎换骨，但即便到了那时，身体素质也决定了自己能否走得更远。竞选当日，这位暗王队长也选择了亲自接引严命，虽然不免担心，但严命却显得十分坚毅。永狼，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呀，若是你也能看到就好了。暗王殿少年们熙熙攘攘，大多都有族中长辈接引，只有严命这会儿已然无聊到吃起了米糕。快看，那家伙就是毒凤的儿子吧？听说就是他把文灿打伤的，会不会是谣传啊？他不是没学过武功吗？是啊，要和那种人一起竞选，这比赛也太没水准了吧？看来有必要给他定定规矩。随着啪的一声，刚刚叫得最欢的家伙就这么失去了意识。少年们第一反应就是唐严命使用了暗器，但很快就有眼尖儿的发现，刚刚砸过来的竟然只是半块米糕。很明显，孩子们还没发现问题的严重，更多的是想要教训严命。话说，你们没听说文灿他们的下场吗？也没关系，那就亲自体验一下好了。哎呀，对了，文灿那家伙可是手臂都被我打断了，也没选择逃跑呢。若你们也是参赛者，应该也不会跑的吧？很明显，严命这话是立马点燃了这些家伙。然而下一秒，就已然有人被一掌轰飞，径直砸出了暗王殿。看到这儿，就连队长也被吓了一跳，仔细看去，这才发现是参选的孩子。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们在胡闹什么？话说到一半，眼前的一幕就硬生生将他给堵了回去。这到底是？您来了呀？正好我等的有些无聊了。哎呀，您别误会，是他们先惹我的，所以您就不要再追究他们了，行吗？很快，长老院便得知了此事。此时此刻，除了这位时钟大长老，所有人都沸腾了。在他们眼里，这个净钻规则空子的家伙，若是当上了少家主，唯恐往后只会变本加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修改一下比赛规则吧。就这样，孩子们还在猜测这次竞选要怎么比。有小道消息的，这会儿就来了机会显摆。你谁啊？干嘛搭我的话？不过我听说比赛内容属于机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嘿嘿，我父亲是在总管部任职，所以嘛，毕竟干什么都不能没有情报，不是吗？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是负责举办竞选的暗王队队长唐世辉。下面公布一下竞选流程。竞选共历时4年，其中3年为修行时间，你们需要在第1年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，投掷术、暗器术、制毒术。剩下2年，则是在带教武士的指导下进行综合修行。所有修炼结束后，便是正式竞选。竞选的方式是单蛊毒战。很明显，大长老的突然出现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，而令他们更加骇然的是，原本的单挑赛突然变成了蛊毒战，那可是如同练蛊一般的多人厮杀，直到剩下最后1人才会停止。由于刚刚出现了10几名淘汰者，若是按照原有的规则进行，这种事就没完没了了。所以现在临时决定，比赛会换成让所有人拼上全力的方式。要知道，少家主的责任重大，是要引领唐家未来的人物，也因此这会是一场拼命挑战极限的崇高仪式。去战斗吧，活下来，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因为胜者将得到唐家的一切。听到这儿，孩子们这才把敌视严命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自己身上，尤其是唐文灿、唐静一、唐英灵这群原本就在同龄的孩子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，但在他们之中能站到最后的只能有一个，而这个条件对于严命来说似乎并不苛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一场危机悄然看向了唐家，指向了唐家这一代的
的少家主之争，四川黑协联领域，想必大家也知道，最近唐家在策划少家主竞选吧？也就是说，有可能成为少家主的孩子会乘马车离开四川。当然，如今的唐家已然不足为惧，只要连主想，随时都能除掉他们，无非就是唐家留着还有些用处罢了。但那些孩子代表着唐家的未来，若是他们出了什么事，想来一定会给唐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打击。这样一来，任凭唐家如何发展，我们也将无需顾虑。说到这儿，几人这才将目光落在了这位太乙墨剑身上，他们也想知道对方有什么想法。如果我们现在追上马车，除掉唐家需要培养的孩子固然简单，但光是如此，对于整个唐家的打击似乎并不沉重。但他们竞选周期是整整4年，你们想，若是他们费尽心血培养的孩子，在竞选的最后关头全都死掉，那会如何？那时的唐家下场只会跟诸葛家、慕容家一样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先追踪马车，找到他们的目的地，等4年后再做行动。而且，我已经派人去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埋下了一颗种子，说不定整个唐家都会栽在我们手里。就这样，崆峒山唐家少家主竞选赛的进行地，孩子们被要求以序号代名，并分为4人一组，与严命一组的几人，分别是27号唐一拳、26号唐威力、25号唐琉璃、28号。你不跟过来，在那里杵着干什么呢？跟紧点，不要掉队，知道吗？很明显，带队之人似乎并没有察觉，在他们身后有一股气息，既不像路过的百姓，也不像唐家的护卫。看样子，我们是被跟踪了呢。不知不觉，这第7小组已然来到了一处崖壁前，眼见没了前路，孩子们还在纳闷，可这崖壁却如同活了一般，突然开口。与之对上暗号后，原本严丝合缝的山体崖壁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其中那如同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人，一身白袍，手持折扇，竟是诸葛家的族人。那可是曾与唐家齐名的5大世家之一。诸葛家专攻奇门阵法，但由于没有抵抗住魔广天的攻击，如今已然彻底没落。好在唐家一直有在支援，这才使得他们世家存活至今。也因此，诸葛家为了报恩，帮助唐家在竞选赛设下了阵法，以防外部势力入侵。原本孩子们对阵法的假设是那种如同迷宫一样的工程，可如今亲眼所见，这连4季都难以辨别的空间，星觉奇妙都有些合不拢嘴。当然，在这之中并不包括严密，看这样子，肯定又在想别的事了。这家伙刚才在马车里时也是这样，明明要成为同伴了，整个人还是一副全世界与我无关的模样。你就是唐延命吧？你好，我叫唐琉璃，我经常听说你呢。是啊，我叫唐一拳，你真的很有名，听说你甚至把唐英林给打伤了，你的胆子可真大呀。那家伙的外公可是唐家3长老呢。虽然这几年你不会有事，但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觉得我连累你们比骨独占，所以向我问责吗？听到这儿，琉璃连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。一拳也是觉得，既然都是同伴了，喂，你们都不听我的意见吗？我想问责他呀，你们看他那表情，根本不是做错事的人该有的模样吧？气死我了！为了今天，我费了多少心血，他要是再敢惹我，随着砰的一声，孩子们这才发现，原本领路的诸葛5人消失了。要知道，在阵法中，若是走错一步，大概率就会被彻底困在这空间缝隙里，这可把他们吓坏了。也不知道在这里等着会不会有人来救。很快，威力就发现唐延命这家伙似乎又在鼓捣什么，难道他完全意识不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吗？诸葛家的7所幻穷阵，这可是只有布阵者才能解开的。说起来，唐家长老的心胸还真是狭隘呀，为了一个孩子，竟然会让我把所有组员关起来。只要你能除掉28号，我就把给诸葛家的支援提高2倍。真是的，反正这事儿吃亏的只会是唐家，这么诱人的条件，我怎么好拒绝呢？不对，怎么可能？我的阵法有奇怪的声音。果然，诸葛昌信回头，终于看到了他这辈子都难以相信的一幕，他们竟然撕开了自己的阵法。嘿嘿，您怎么能丢下我们先走呢？我们还小，可跟不上您的步伐呢。是啊，是我大意了。可恶，怎么回事？我的阵法很完美啊，他们又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此时此刻，孩子们心里踏实了，这才叽叽喳喳地追问起了严密刚刚是怎么做到一刀划开阵法的。现在是追问那个的时候吗？好不容易找到诸葛5人，这次可要跟紧了，免得又被丢下。他怎么又消失了？看到这儿，严命也是一笑心道还来。而另一边，诸葛昌信这会儿是撒开腿狂奔，他是真想不明白，那个小鬼眼眸像是能洞穿一切，一个少年是怎么会有那种气魄的？眼看出口近在咫尺，他这才慌慌张张的逃了出来。这下应该可以了吧？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但要找到这里是不可能的。诸葛5人，您的脸色好像并不太好呢，而且7组的参赛者也不见了，难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显然，诸葛昌信是有所准备的。这会儿虽然慌，但依旧硬着头皮说：“我等了很久也不见他们回来，应该是被附近的山贼或者野兽袭击了。虽说世事无常，但我建议还是把第7组除名。”然而他的话并没有说完，身后却猛地传来空间碎裂的咔嚓声。这一幕使得元真教官猛地警惕了起来，他也无法排除，即使有了诸葛家的阵法，这里是否还会有别的入侵者？但只有诸葛昌信明白，好像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随着一声巨响，诸葛世家的顶级阵法就这么被破了，而这破除者还是一个少年。妈妈呀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嘿嘿，真是太好了，我还在担心您会出什么事儿呢。
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可你看这群稚嫩的孩子，人还没到仇人面前，就盘算起了捏爆人家脑袋。一路观察他们的教员，这会儿也感到如芒在背。原来使得他们这般团结的，还是严命。从诸葛家的阵法走出后，元真教员也不敢相信参赛者中还有这般本事的家伙。好在几人本就是唐家人，这才避免了误解。然而严命很清楚自己拿不出诸葛五人想要坑害他们的证据，这才没有当场揭穿。而少年们虽不明白严命的用意，但也没有多嘴。只是这件事儿，严命可没打算就此了却。等找到了祸根，诸葛家和与其勾结的长老必须连根拔除。就这样，诸葛昌信借坡下驴，早早脚底抹了油。见此，元真也选择了直奔主题。原来他就是来自唐门的凤卫队，传闻那是属于上一代少家主的直属部队，但这个组织10几年前就消失了才对。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唐家的精锐兵力之一，武力足以与队长匹敌。但10多年前，为了保护严命的娘亲，他们和魔广天进行了殊死搏斗，但最后却落得个惨败。所以没能完成任务的他们，现在不过是罪人之身而已。而对于孩子们，接下来的竞选规则很简单，第1年是自主修行，他们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修行方式。最后，教员们会根据成果分发武级并指导他们。这么说，万天花雨也能学到吗？很明显，这种只有成为少家主才可以修习的武功诀窍，是由长老掌握并传授的。光听名字，在严命看来，大概就是将无数暗器像暴雨一般发射的招式，原理也许跟御剑术类似。若是自己，说不定可以模仿出来。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这第1年的修行，完全属于荒野求生，教员们并不会提供食物或者住宿。听到这儿，孩子们都吓傻了。说起来，他们才10来岁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但很明显，参与竞选的所有孩子起初都是这般，元真的任务也只是告知即可。等等，如果是具备资格的人，可以去舒服的住处吗？要知道，长身体的时候，睡眠也是很重要的。好吧，严命这副出门郊游的模样，孩子们只觉得他是疯了。但这话放在元真耳朵里，这才联想起了刚刚，似乎也是这个孩子打破了结界。看来有必要测试一下，倘若你能通过，我就让你去阵法里的庄园住下。但如果28号你让我失望了，就做好被教训的准备吧。就这样，测试并不复杂，队员们会在4周向严命发射暗器，而他需把眼睛遮住，在5步距离内挡住或者躲开即可。说到这儿，琉璃3人都听傻了，这是孩子能做到的事情吗？而且很奇怪，队员们似乎并没有着急动手。很快，威力就发现了问题，他们分明是在进攻之前先一步给对方心理施压。就在这时，破空之声猛地响起，肉眼难以数尽的飞刀暗器就这样朝着严命而来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每个人投掷的远不止1、2笔，这要是击中目标，很难想象对方到底会留下多少即便终身都无法治愈的伤。一共有167个吗？虽然有点多，但并不难呢。原来很多武人都会忽视一点，那就是武功不只有招式，其中本就蕴含了妙理，大致分为重、快、缓3大原理。但若是上乘武功，则是蕴含着破、散、着、断、锐。而严命的前世早已领悟了剑的妙理，运用起来本就易如反掌。所以这些只通过训练成长起来的人，看到严命的手段后，无疑是会震惊不已的。他竟然只用1招就挡住了所有暗器吗？不对，那不是挡住的，而是将暗器引开了。就连我面对这种考验都无法保证成功，但这个孩子，我合格了吗？武士大人，元真武士大人！听到一拳的声音，元真教员这才回过神来。你合格了，以后可以去庄园里休息。喂，你不会是想撇下组员，独自去享清福吧？这话说的，严命只是瞥了一眼，眸子里这才露出古怪。哎呀，庄园的饭菜应该很好吃吧？也不对，树林里根本不提供呢，我可真是太期待了呢。很明显，元真也有些庆幸，这几人没有受到打击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但这种竞选还没开始，似乎就已经结束了，还真的有进行下去的意义吗？啊，对了，麻烦每顿饭都给我加点肉。毕竟吃得好才能长身体嘛。就这样，时间很快过去了4个月。起初，3人面对野兽只能一味逃跑，打不到猎物的他们，大部分时候只能靠着树皮、草根为食。但很快，他们便从第一次打到猎物，第一次找到相对安全的山洞住处，到现在已然可以通过麻痹类毒药克制野兽，顺带还能保证肉质不被破坏。一拳，你好会制毒啊！哪有，你的飞刀术也很不错呀。说起来，严命现在一定过得很滋润吧？很明显，提到他，威力就来气，那家伙肯定是在一个人享清福，等着瞧吧。到了山庄，我就一拳把他打倒。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已经很强了，现在经过修炼后，到底还会变得多强呢？等等一拳，这里的肉怎么不见了？好吧，琉璃是真不客气，趁着他俩掰扯严命，瞬间把烤肉给吃了个骨头都不剩。你俩干啥呀？挡住光了，能不能让开一点？怎么了吗？为何用那种眼神看我呢？你特么明知故问是吧？死肥猪！与此同时，七所幻穹镇内部的庄园，严命也顺利在这修行了4个月，现在已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单独对练了。为了帮助他修行，元真是把手下全都给派了上去，但很明显，光是这样，严命也已然游刃有余。就在几人围猎他
他的瞬间，少年微微蓄力，下一秒已然消失在了几人眼前。这不对啊，他人呢？而此时的严密早已来到半空，顺便从怀里掏出了并不算稀奇的暗器，但很奇怪，整整10枚。少年并没有选择投掷，原本还如临大敌的队员们这会儿也很诧异，少年的选择竟然是将暗器全都撒了出去。然而更古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些原本被撒在空中的暗器带着急速的旋转之力，没等队员们反应过来，径直砸向了他们，速度快的除了起初严命撒出去时，之后就只看流光划过，而队员们无一幸免，全都着了他的道。早就想试试这招了，回旋乱舞镖。看到这儿，元真愈发感到背脊发凉，那可都是训练有素的队员啊，不仅一瞬间打败了所有人，而且广域攻击的时候还能把力度控制到只划伤他们皮肤。刚刚那招是你自创的吗？同时让这么多对手无力反抗，还真是厉害啊！但是用这招会消耗很多内力吧？以你的年纪，又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呢？您还记得我之前向您借过眼法书籍吧？其中斗天眼和石榴眼，虽然石榴眼记录并不完全，您也推荐了斗天眼，但我最终还是学会了后者。若是将暗器按照石榴眼看到的路线投掷，那么即使只运用少许内功，也能准确投掷到目标位置上。听到这儿，元真哪里还不明白，唐家最古老的眼法诀窍都失传了，虽是上乘武功，但它究竟是如何？算了，我似乎已经被他惊麻了，能把不完整的诀窍自己领悟出来之类的事儿，毛毛雨啦。话说，大概2个月后，你的第7组同伴就会过来了，他们的修行进度提前了半年，就现在来看，基本上已经可以参加测试了，但他们却说还想再精进一下。听到这儿，严命少见的露出了些许开怀，这一幕也使得元真有些诧异，看他这样子，还是不要告诉他那几个孩子的训练目标是谁了吧。而对于严命来说，缘分这件事儿，前世与我结缘的只有我师父见鬼，而今生尽管我出生不好，行事狂妄，但还是与他们有了缘，也许这也算是平凡人生的一部分吧。不知为何，还真是想早点见到他们呢。起初我们只是一群小鬼，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一想到能再见那家伙，我就好期待啊。没错，我要把他的头砸成2半。这副模样对吗？打倒严密，7组必胜。就这样，少年们时隔半年，同样踏进了严命所在的阵法山庄。唐严命，给我出来！奇怪，为什么没人应呢？难不成他是知道我们要敲碎他脑袋，自己害怕的逃了吗？一拳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？好吧，这哪里是一拳不配合，完全是大气儿都不敢喘吗？好久不见呀，吓到你们了吗？刚刚你说要把我的头怎样来着？还真是可爱呢！别愣着呀，快来，让我看看你们这半年的修炼成果，不然我就出手了。听到这儿，威力哪里还敢跟他动手？自己回头之前，连严命的气息都没能察觉。这半年，他们的感知明明已经很敏锐了，我们跟他的实力差距这么大的吗？这段日子他到底做了什么？而且看样子还长高了许多。可恶，我在想啥呢？我说你们也不用太气馁，我能感觉到你们有很大的成长了，只是因为有我才掩盖了你们的光芒罢了。好，这家伙还是这么倒人胃口。阵法空间很大，大到各组孩子们终日训练却未曾碰面，而诸葛家此时此刻却在密谋另一件事儿。他们一直在观察下一任唐门少家主会花落谁家，其中表现极为优异的当属2号。比起想要变强的信念，他更像是带着对某人的仇恨，进步之快远超同龄的其他孩子。再就是10号，他也只用了1个月就完成了武士们的测试，而诸葛昌信此刻脑子里全是那28号的身影。破开阵法的事的确令他震撼，但最让他难以理解的是，当他偷偷观察对方训练时，这才发现就连大部分高手也没可能有他那般武艺。但是现在拉拢28号风险太大，毕竟当时就识破了自己的手段，可现在若是告诉他们几个，大概也是自找麻烦。再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傀儡，那么现在拉拢2号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通过联姻，再加上帮他赢得竞选，待到2人孕育后代，诸葛家就会正式成为唐家家主的外戚。届时我们也有了权力介入唐家的事了，将来唐家自然就会和本家合并，而这才是诸葛家选择支持唐家竞选的真正原因。至于28号，诸葛昌信也的确觉得可惜，等到竞选结束，或许可以利用他的报复心理说服他，再或者若能收他成为诸葛世家的少家主，说不定还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儿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威力几人的训练量也成倍增加了。但好在庄园里能睡个好觉，只是最近一拳和严命总是待在制造室，而且看一拳那副模样，咬牙切齿，说是一定要干掉严命。看到了吗？这可是我用毕生所学制的毒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你这个疯子，喝那个做什么呀？快吐出来，臭小子！眼看严命脸色有些不对，一拳是真被吓到了，但下一秒，少年嘴里却打出了浓浓的饱嗝。真是的，谁让你一直晃我呀？不过一拳，看样子这也不是什么剧毒嘛。听到这儿，小家伙哪里受得了？那可是能将内脏融化的剧毒，他怎么会一点事儿都没有呢？是啊，你说会不会是你手艺太差了呢？很明显，屋子里的咆哮，看样子那家伙是失败了。而严密整日如喝酒一样猛灌一拳的毒，还有吗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其实现在的唐一拳哪里会明白，并不是严命百毒不侵，这是唐家家传心法清光气导致，原本是一种操控毒的武功内器，但描述上却说使用者可能会中毒。
所以严命猜测，既然能操控，那是不是反而连进入体内的毒也要操控呢？果然，在他的领悟下，青光器成功将进入自己体内的毒置换成了内力，也就是说，适量的毒药对现在的严命来说就是灵药。只是如今普通的毒药似乎已然没了效果，这才整日抓着这制毒小天才，让他给自己炼制。毕竟要实现普通人生活之前，自己的前路绊脚石太多，尤其是黑邪莲和魔广天，现在的我可对付不了他们。那黑邪莲莲主已然灭掉了9派之3，前世的我或许还能与他抗衡，所以自己至少也得成长到前世一样的水准吧。如果一拳能再做出毒性强几倍的东西就好了。也因此，他这才从少年口中得知唐家有10毒，那是先祖传下来的10大剧毒，数字越大，毒性也越强。但据说一大半的毒连炼制之法都已失传，尤其是10毒，传说就连化境高手都承受不住，所以现存的10毒分别由各个长老保管，已成为了唐家最稀有的宝物。果然，这传闻还真是残忍。所以一拳，你做不出10毒吗？毕竟你做的毒，我喝着都没感觉了呢。然而七祖不知道的是，唐家10毒已然出现在了竞选之中。唐英灵为了测试效果，不惜将其喂给队友，直到他全身焦痛，这才发现唐英灵给自己下了剧毒。神奇的是，这毒似乎在体内活了过来，使得他全身自然。再想报复，为时已晚，不需半刻，这孩子的身体如同冰解，片片碎裂。看到这儿，他也终于松了口气。真没想到，祖父给我的毒居然有这种威力，还真是太令人愉悦了。等着吧，我会将这愤怒和痛苦不断压缩，在蛊毒战那天全部奉还给你的。严命。他应该是唐门千百年来第一个领悟青光器能炼化体内毒药的孩子，只是家族没落，不知何时，这种上品功法也失去了他原有的光芒，族中人只将他当做了基础的炼气诀，代代相传。好在严命拥有剑神的前世经验，这才看透青光器的本质，渴望毒药的功法甚至超过了灵丹妙药，这也使得一心想要用毒打败严命的一拳，脑子里只剩卧槽。就这样，唐家的孩子在这幻阵之中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年。至此，孩子们这才知道，蛊毒战并不完全是让所有小辈互相残杀，每个小组都会选出1名组长，由这些组长代表小组参与厮杀。当然，如果自愿，其余人也可以主动参与。而现在看来，7组的组长还是28号唐严命更合适。你们有异议吗？听到这儿，孩子们虽是竞争对手，但心底却没有不服严命这个怪物的。来，拿着，这是唐门灵药千星丸，以100年血参的根须熬制而成，效果也很简单，给孩子们服用，内气至少能提升好几倍。所以服用千星丸后，你会等等，没有别的东西吗？这玩意儿我也不需要啊。如果只有这个，那我能换成别的东西吗？比如剧毒，尤其是最厉害的唐门10毒，很明显，就算是元真听到这话也有些恍惚。很快，严命还是换回了许多东西，琳琅满目的暗器，就是没有10毒。你妹的，暴殄天物，至少也应该把灵药拿回来吧，笨蛋。不过话说，长老院能剩下1颗千星丸，应该会很高兴吧？谁说的？我可没有还给他们。原来刚刚严命在拿到暗器后，元真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小家伙对毒药那么上心。可也就严命明白，这种灵药早已对自己收效甚微，可就这么还给药堂，也的确有些可惜。所以他提议把千星丸作为彩头，只要组员们能合力打倒自己，那么就能重新选择组长并获得这枚千星丸。听到这儿，元真倒不觉得浪费，本就是投资唐门的未来，也就把此事应了下来。所以啊，不管什么时候想挑战，我都奉陪哦。期限就到蛊毒，我去拿飞镖，你死定了，唐严命。眼见这群家伙这么带劲儿，严命其实很高兴，等我当上少家主，至少得给他们1人喂上1000枚千星丸吧。唐严命，马上给我滚出来！好吧，眼下还是该先让他们学学什么叫尊重吧。就这样，夏至、秋来、冬藏雪，1年的时光很快过去，而到现在，一拳屡败屡战已有173次，琉璃和威力也是服了，而他俩早就放弃了挑战严命这头怪物。毕竟这家伙跟他们打，连呼吸都未曾乱过。事已至此，那么少家主的位置就让给我了。听到这儿，一拳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，他是真的无法想象严命会输给其他人的样子。唐严命，明日就是蛊毒战了，一定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真是的，为了选拔而开始的训练，如今已过3年，其他组别中有因弃权或者资格不足者提早淘汰的，也有一些出现了死伤。而这7组全员平安不说，如今另外几人的实力与我们凤卫队也不相上下，希望这些家伙能为自己感到骄傲吧。最后还是要再警告你们一次，蛊毒战是允许使用10毒以外任何剧毒的，所以尽自己所能去战吧。28号严密，这是你拜托的毒药，断肠散对你应该没有伤害，但一般情况下只要吞下1滴都足以致命，一定要切记。还有眼毒、驱热散，算了，说实话，虽然我不是很担心，不过你一定要赢啊。听到这儿，严命反而举起一拳的手，猛地撞了
上去，我答应你，到选拔结束为止，能伤到我的人只有你们。语毕，严命也终于走进了换阵战场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唐英灵愈发窃喜，没想到除了祖父给我的食毒，还有新的帮手——诸葛家。没错，换阵战场本就由诸葛家构建，他们可以背地里控制阵法，将唐英灵移动到最有利的位置，而代价仅仅只是与诸葛家联姻，让他们在唐家有一席之地。真好啊！过去3年，我可是日思夜想，现在只要杀掉你，然后找回我该有的人生就好了。唐严命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少年带着满身血渍，回眸望了一眼这群所谓的唐家最强兵力，陪你们玩了3年的时间，还真是白费力气啊！也不知道那边会有更有趣的家伙吗？这里就是举行蛊毒战的地方吗？还真是辽阔呀！想遇到一个人，应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吧？果然，第7组派了28号参战，虽然有些可惜，但既然诸葛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么现在得快点让他淘汰才行。怎么会？他的眼睛像是和我对视一般，不应该呀，是我看错了吧？总觉得有股让人不舒服的视线，是诸葛家吗？我记得是有除了参赛者，任何人都不能介入蛊毒战的规定。这么说，他们不只是从选拔开始就要动手脚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，反正只要结束后再追究就好了。与此同时，诸葛昌信这会儿都快疯了，自己明明布下了好几层阵法，就这样，那家伙竟然还能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刚刚如果我再慢一步，绝对会当场失明。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剑招，竟然能穿透阵法空间？是我判断错了，这种家伙绝对不是我们能操控的对象。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的谋划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半晌，一名少女拖着满身伤痕，独自在丛林逃遁。本是第4组的组长唐西林，此刻心底却只有恐惧。从小，他就因为表现优异被选入武装队，虽是唐家人，家境却并不比严命好多少。按照他的想法，什么少主之位根本没有意愿参加蛊毒战，本就只是为了适当的交换些利益，达成协议，他就举手投降。可为什么那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趁着大部分选手聚集，上来就杀，别说投降了，那是完全打着杀光所有人的心思啊！难以想象，那家伙若是成了少主，哎呦喂，给了你这么多时间，也没逃多远嘛。我以为凭你的轻功，我可以好好享受一会儿追逐的乐趣呢。真不明白你的内力到底是有多么粗糙。很明显，少女此刻早已吓破了胆。明明大家都是唐家人，为什么非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可？很奇怪嘛，我可从来没觉得我是唐家的人。语毕，少女微怔的同时，脖颈已然被对方斩落。再看严命这边，花了这么长时间，也完全没有遇到一个对手，也因此后的敌人恐怕不再是小辈之争。终是决定利用这3年的积累，先将武功步入化境。想来现在的肉体应该不会被化境的强悍影响出什么副作用了吧？说是提升境界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。顿悟本身自己并不缺，然后利用内力打通5人最重要的任督二脉，然后将任督二脉中淤塞的毒素清除。接下来就是将清光气缓缓送入经脉，届时内力就会从体内爆发而出。若是身体强度不够者，在这一步大概就会经历骨头被无数次碾碎的痛苦。做完这一切，肉体就是所谓的脱胎换骨了。也幸好严命平日里就一直在清除经脉中的杂质，现在也就并没有污秽从身体里溢出。毕竟我可不想穿着一身污垢去战斗呢。虽然吧，现在才是武道的起点，但感觉还真是不错呢。接下来就是测试一下用清光气步入化境的力量。思绪至此，就见严命双指成剑，凝聚少许清光气于指尖，伴随着一声破空嘶鸣，眼前的山体很快便被一股剑气撕裂。真不错，清光气果然厉害。那么接下来开始行动吧。可恶，你们这3年都在干什么呀？不是想成为少主吗？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弱？此时此刻，静一也是服了。他知道对方唐吉林是大长老收养的一名孤儿，传闻他的天赋极高，实力更是如同怪物。原本我以为先下手为强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，可万万没想到自己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。该死，这下只能去见阎王了吧？然而唐静一自己也没明白的是，为什么现在反而会庆幸？幸好自己不是被唐延命给逮到。哈哈哈，我是疯了吗？什么呀？这种情况下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一个比你更可怕的家伙而已。很明显，这话听在吉林耳朵里是有些刺耳的。看来我只能变得更可怕了。要不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其实我呀是黑协联的细作，怎么样？害怕了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能让你活着离开了。记住，我是太乙墨剑派的墨人吉。然而，正当少年准备再下黑手时，身体却猛然一个激烈，自己似乎完全无法动弹了。真是的，感觉到有人的气息，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啊，还有个熟面孔。你是静一吧？以前被我打的地方都痊愈了吗？等等等等，你是谁啊？严命，你是那个唐延命吗？真没想到3年的变化会有这么大。怎么非要我把你的脸像当初那样摁在地上才会相信吗？不过这家伙是亲口承认了自己细作的身份吧？太乙墨剑派吗？进入崆峒山前察觉到的人难道就是他们吗？不管了，先收回暗器吧。原来这家伙是用的淬毒牛毛针，可不应该呀！这种细小的暗器即使淬毒，怎么会让我彻底失去行动力的？内脏好像都在融化。
父亲，您是要我去当唐门的奸细吗？没错，以你的资质，只要假装是个孤儿，就一定会有人收留你。过几年，唐门就会举行少家主的选拔，而且不分直系或者旁系。届时，你只需要杀掉唐门那些有潜力的人才即可。相信我，有了这份功绩，你的大哥以及族里所有人都会认可你。可恶，他们若是要在我身上挖取情报，就必须帮我解毒。在那个瞬间，我就只是刚想到这儿，莫仁吉就听见那个少年要将自己就地处决。话说，你变了好多呢，明明和我结下了梁子，现在看起来反而完全无所谓了。严密，那时真的很抱歉，虽然我不觉得这样就可以一笔勾销，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真心向你道歉。听到这儿，严命也是一笑，别搞这套，过去的事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只是就在二人说话之际，就听见静一猛的一声惊叫，不知何时，莫仁吉已然扛着剧毒偷袭而来。既然必死无疑，那么我也一定要带你们一起上西天。于毕，双剑已然彻底挥向唐严密。看到这儿，静一早已被吓得脸色惨白，可下一秒，原本还在剑下的身影，此刻却变成了一道虚影。不对不对，我明明感觉到了，可为什么？好了，我对把将死之人玩弄于股掌这件事儿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现在你也应该消失了。说着，就见严命的手缓缓扶在了莫仁吉肩头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你留个全尸。就这样，早已碾压同辈的一尊杀神彻底倒了下去，而这压倒性的力量，哪里还能看出是一名少年？而且那家伙的最后一招是墨剑派掌门的独门武功，这种快刀舞双剑的招式，唐延命竟然完全不当一回事。静一，现在只剩下你跟我了，要比一场吗？好吧，唐静一哪里还有这种心思？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有如何离开这个问题。然而一扭头，严命已然撕开了一道阵法空隙。好吧，唐静一的眼界更是无法理解这种事情是如何做到的，想不通。又刚想回头道谢，严命却已然离去。就这样，唐家蛊毒战被各种意义上的介入步入尾声，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墨剑派，属于莫仁吉的命骨，就在掌门莫仁厚的眼前断气。这也说明自家老幺死了。他虽是我和侍女的私生子，可此子才能比我所有孩子都要出众。知道实情后，夫人怕他抢走嫡子之位，甚至数十次派人要将他抹杀，也因此为了替他提高功绩，这才派他去了唐门。可恶，我这个当爹的什么都没能为你做到，但仁吉放心，至少我能为你报仇。所有弟子准备进攻崆峒山，现在正是消灭唐门未来的好时机。总管你去向其他帮派转达，从今日起，我不准有任何唐家人活着走出崆峒山。就这样，几日下来，严命几乎不分昼夜的奔走，连有人出现的气息都未曾出现。但这也让他想明白了，太乙墨剑派似乎并没有与诸葛家联手，而一直不让自己遇到其余人的目的，应该只是为了帮助某人获利。他们应该就是为了在唐门中获得话语权，从而达成了某个协议。哎，这群傻子也太好猜了。要知道，梦做的越大，代价也就越大呀。话说，夜空还真是壮观啊，也不知道娘亲现在过得好吗？就这样，思绪飘忽间，严命很快睡了过去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唐英灵终于找到了这里。3年的变化，即使是他，似乎也没能认出严命的身份。看样子，应该不是唐吉林那家伙。不过，这家伙长得还真好看，希望诸葛昌信的侄子也能生得如此出色才好呢。小帅哥，别怪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杀了你。于毕，在事先服下解药的情况下，唐英灵提前撒下了散功粉。至此，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将暗器淬上10毒。只是突然，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你确定做好觉悟了吗？”原来和诸葛家联手的人就是你啊！筹划着在其他人难分高下时，躲在安全的地方，等到出现最后的生存者，再毫无防备时偷袭，算盘打得还真漂亮呢。说你们做了什么交易？如果还想呼吸的话，就给我从实招来。